当你拥有了一切，却发现内心是个时刻崩塌的废墟，这才是世界上最大的破产。原来我们一直都在用生命中最昂贵的资产，时间与心力，去换取那些最廉价的多巴胺。直到我彻底重写了我的人生算法。让我们先从最基础的硬件说起，你的身体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也陷入了那个经典的陷阱。我认为时间就是金钱，所以我牺牲睡眠去工作，我牺牲去健身房的时间去回邮件。我认为这叫拼搏，这叫效率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简直是愚蠢至极。健康不是你为了完成工作而不得不维护的累赘，健康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并发挥影响力的唯一载体。如果你把人看作是一台生物计算机，那么你的身体就是硬件，你的大脑就是处理器。如果你长期熬夜，如果你摄入垃圾食品，如果你从不运动，那你就是在用一台散热器坏掉、内存溢出、电压不稳的破电脑去运行最复杂的程序。你怎么可能指望它能跑出好的结果？我开始用长期后果这个过滤器来审视我的每一个生活习惯。这就好比你在看一家公司的财务报表，熬夜在短期看，你好像多获得了2个小时的时间，这在报表上是收入，但在长期看，它会导致你第二天的专注力下降、情绪波动，甚至长期的免疫力受损。这就是一笔极其昂贵的高利贷。当你第二天因为疲惫而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投资决策，或者因为烦躁而对你的合作伙伴发了火，那个损失是你熬夜多出来的那2个小时能弥补的吗？绝不可能。所以我改变了策略，我把睡眠和运动放在了金字塔的顶端，而不是底端。这不是为了练出6块腹肌去发 Instagram， 而是为了让我的大脑保持在根目录权限的清晰度。我现在把运动看作是一种冥想，一种与身体的对话。当我举起重物，或者在跑步机上冲刺时，我实际上是在训练我的神经系统去承受压力。生活会给你压力，市场会给你压力。如果你在物理层面都无法承受压力的冲击，你在心理层面一定会崩溃。运动就是在构建你生命的护城河。而睡眠是上帝赐予我们最好的复利机器。哪怕你现在告诉我，有一个项目如果我不睡觉就能赚100万，我也会选择睡觉。因为如果我睡好了，我清醒的头脑在未来能帮我赚到1000万，而且我还能有命去花它。复利的力量在健康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你今天少吃的1顿糖，你今天多跑的1公里，你今天早睡的1小时，都在你身体的账本上存下了一笔微小但真实的储蓄。10年后，当你的同龄人开始进出医院，开始变得迟钝和虚弱时，你依然拥有20岁的精力和30岁的智慧。这就是你人生最大的竞争壁垒。有了这个坚实的硬件基础，我们再来谈谈运行在上面的软件，也就是你的人际关系。在硅谷，人们疯狂地迷恋网络效应，大家都想认识更多的人，参加更多的派对，交换更多的名片。我曾经也深陷其中，我的通讯录里有几千人，我以为这就是我的财富。但后来我发现，人际关系和投资一样，真正赚钱的只有那几只股票，剩下的大多数不仅不赚钱，还在收你的管理费。我开始极度挑剔，我意识到人是有能量场的，有些人是充电器，你和他们聊10分钟，你会觉得充满了灵感和动力。而有些人是黑洞，你只要和他们待一会儿，甚至只是在网上看一眼他们的言论，你的能量就会被吸干。那些消极者，那些整天抱怨世界不公的人，那些总是试图把你的想法拉低到他们水平的人，他们是复利人生的最大敌人。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坏人，而是那些消耗你情绪的好人。他们可能没有恶意，但他们的思维模式是线性的，甚至是倒退的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，如果我不能看到和这个人共事一辈子的可能性，那我就1分钟也不会和他共事。这不是傲慢，这是对时间的尊重。因为真正深度的人际关系是需要漫长的时间来培育的。信任是复利的产物。如果你总是换人，
总是和短期玩家博弈，你永远无法建立起那种无需言语的默契和背靠背的信任。我们要筛选那些具有长期主义特质的人，他们正直，他们诚实，他们懂得延迟满足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价值而不是索取价值。当两个这样的人相遇，奇迹就会发生。你会发现，你们之间的每一次互动都在为这段关系这个账户存款。这种关系的构建，核心在于真诚与价值交换。这不是那种功利的，我给你一个苹果，你给我一个梨，而是一种更高维度的共鸣。我要做的是让自己变得足够优秀，足够有价值，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被投资的标的。当我不仅仅是在索取，而是在释放光芒时，那些同样发光的人自然会被吸引过来。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泛泛之交。在这个连接过度的时代，断联反而是一种能力。我宁愿独自一人读书，也不愿在一群我不喜欢的人中间假装合群。因为独处时，我是在和伟大的灵魂对话，而在无效社交中，我只是在消耗我的生命。当你清理了你的身体，净化了你的圈子，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，是重构你的心态。如果你现在打开你的手机，看看你的屏幕使用时间，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：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了处理外界的噪音上。新闻、社交媒体、八卦、广告，这些东西像洪水一样涌入我们的大脑。现代人的焦虑不是因为拥有的太少，而是因为想要的太多，关注的太多。我曾经也是一个欲望的奴隶，我想要更多的钱，更高的名声，更好的车。每一个欲望都是我与未来签订的一份契约。我不快乐，直到我得到了那个东西。但我发现，一旦我得到了，那个快乐只会持续几秒钟，然后我又会签下一份新的不快乐契约。这是一种无止境的跑步机，你跑得越快，传送带就转得越快，你永远停不下来，也永远到不了终点。于是我开始做减法。幸福本质上是剔除，幸福不是获得更多，而是当我们不再感到缺失时，那种自然浮现的状态。就像你不再牙疼的那一刻，你并没有获得什么新的东西，你只是去掉了痛苦，但那一刻的平静就是幸福。我开始练习一种减法思维。我问自己，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做，会有什么不可逆的后果吗？如果没有，那就删掉。这个东西如果我不买，我的生活质量会真的下降吗？如果不会，那就不买。这个社交活动如果我不去，我会后悔吗？如果不回，那就不去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做起来极难，因为我们的基因里写满了囤积和恐惧错过。我们要对抗的是几十万年进化的本能。冥想成了我最好的工具。很多人把冥想神秘化了，觉得那是和尚在深山里做的事情。其实冥想非常简单，它就是大脑的去崇拜。我们的大脑太喜欢讲故事了，它不停地回顾过去，担忧未来，编造各种如果。冥想就是让你从这些故事里跳出来，站在路边，看着车流经过，而不是跳上一辆车被带走。通过冥想，我提升了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——觉察力。以前，当我遇到一件烦心事，比如有人在网上骂我，我会立刻愤怒，然后反击。这是动物的本能，是刺激、反应的自动化程序。但现在，当愤怒升起时，我有了1秒钟的间隙，我能看到那个愤怒升起，像一团火一样。我会对自己说：“哦，看，纳瓦尔生气了。”就在这被看见的一瞬间，愤怒就失去了控制我的力量。我不再是那个情绪的奴隶，我是那个观察者。这就是自由。这种觉察力让我能够专注于当下。我们总是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，这又是一个巨大的陷阱，因为未来根本不存在，未来只是我们在当下想象出来的，过去也已经消失了，只存在于记忆中。如果你不能在此时此刻感到满足，
那你永远也不会满足。因为当你所谓的未来到来时，它又变成了当下，而那时的你又习惯性地把目光投向了下一个未来。所以我告诉自己，就是现在，无论是喝一杯咖啡，还是和朋友聊天，或者是解决一个棘手的商业问题，我就在这里，完全的在这里。我不去想昨天谁对不起我，也不去想明天股市会跌多少。这种专注带来的宁静，比任何物质享受都要强烈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被灌输了一种奇怪的二元对立，大脑是高贵的，身体是低贱的容器。我们在学校里学习如何锻炼大脑，却把体育课当作是学习累了的调剂。这种观念大错特错，身体不是容器，身体是你的感知器。你感受到世界的每一个像素，每一次心跳，每一种情绪，都是通过身体这个介质。如果你把介质弄脏了，你看到的世界就是脏的。你有没有试过在宿醉或者重感冒的时候去做复杂的决策？那时候的世界对你来说是充满敌意的，困难是被放大的，你的耐心是归零的。反过来，当你刚跑完5公里，洗了一个热水澡，睡足了8小时，这时候哪怕天塌下来，你也觉得可以顶一顶。世界没有变，是你变了。所以我常说，健康习惯的建立不是为了活得更久，虽然那是副作用，而是为了活得更真。让我们谈谈习惯的长期后果评估，这是我做所有决策的核心模型。很多人吃甜甜圈的时候，想的是这1分钟的快乐，这是第一层思维。第二层思维是，吃完之后血糖飙升，然后胰岛素分泌，2小时后血糖骤降，我会感到困倦，无法工作。第三层思维是，这种血糖波动长期会导致胰岛素抵抗，导致炎症，导致我的大脑神经元受损，最终导致我在50岁时认知能力下降，无法享受我的财富。当你用这种时间望远镜去审视每一个行为时，自律就不再是痛苦的压抑，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。我不吃那个甜甜圈，不是因为我要减肥，而是因为我不想为了5分钟的快感去牺牲我大脑的敏锐度。这笔交易太不划算了。同样的逻辑适用于睡眠。在硅谷，曾经流行过一种生物黑客文化，试图用各种补剂来减少睡眠，这简直是胡扯。进化论花了数百万年才把我们的睡眠设定在这个长度。你以为你可以通过几年的小聪明就欺骗过大自然？睡眠是你大脑的清洗过程。你的大脑在白天产生代谢废物，比如非碱淀粉样蛋白，只有在深度睡眠时，脑脊液才会像清洁工一样把这些垃圾冲刷掉。如果你不睡觉，你的大脑就是一个堆满了垃圾的房间。你想在垃圾堆里思考出下一个独角兽公司的点子，别做梦了。所以把睡觉当作你最重要的工作，买最好的床垫，最好的遮光窗帘，把手机扔出卧室，这是你回报率最高的投资。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人际关系，这里同样充满了误解。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合群，要多交朋友，但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尤其是想要追求卓越的世界里，数量毫无意义，质量就是一切。我们要寻找的是可复利的人。什么是可复利的人？第一，他们必须极其诚实。诚实不是道德要求，是数学要求。如果你和一个不诚实的人合作，你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去核实他说的话，去防备他的背叛，这增加了系统的摩擦力。而和一个完全诚实的人合作，沟通成本几乎为0。这种效率的提升，在10年、20年的尺度上，会产生惊人的复利。第二，他们必须有极低的自我 （low ego）。一个自大的人是无法看到真相的，他们会把每一次分歧都当作是对他个人的攻击。和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你永远在处理情绪，而不是在解决问题。我们要找的是那些能够把我和观点剥离的人。当我们讨论问题时，是为了寻找真理，而不是为了证明谁更聪明。第三，远离消极者。这听起来很鸡汤，但这是物理学。
情绪是有传染性的。镜像神经元让我们不可避免地模仿周围人的情绪。如果你身边全是愤世嫉俗的人，你的大脑结构甚至都会发生改变，变得更容易焦虑和愤怒。这不仅影响心情，更影响运气。我看过太多才华横溢的人，因为混错了圈子，最终变得怨天尤人，一事无成。对于人际关系，我采用的是极简主义。我不害怕错过任何聚会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本身没有价值，那些聚会对我来说只是浪费时间；如果我本身极具价值，那些重要的人迟早会找到我。我们要追求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深度连接，不是我要成为某个圈子的中心，而是我和几个关键节点建立极其深厚的信任。这种信任不需要合同，不需要法律，只需要我们的声誉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声誉是你唯一的货币。金钱可以被通胀稀释，但声誉永远保值。而建立声誉的唯一方法，就是在一个无限游戏中做一个好人。不是为了回报而做好人，而是因为做好人本身就是最优策略。最后，让我们回到这一切的指挥中心，你的心态。现代社会最大的疾病，不是癌症，也不是心脏病，而是焦虑。焦虑是什么？焦虑就是你的大脑在试图解决一个还未发生的问题。我们的大脑是一个为了生存而设计的机器，而不是为了幸福而设计的。在原始丛林里，听到草丛里有响声，焦虑的猴子会逃跑，不焦虑的猴子会被吃掉，所以我们都是焦虑猴子的后代。但在现代社会，草丛里没有狮子，只有老板的邮件和社交媒体的点赞。我们的生存机制误判了威胁，我们把丢面子等同于被狮子吃掉，从而产生同样的生理应激反应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减法思维。我们要告诉大脑，嘿，那个不是狮子，那只是一个像素点。我经常使用的一个工具是死亡冥想，这不是消极，而是极致的清醒。每天早上，我都会提醒自己，我可能会死，我爱的人可能会死。这听起来很残酷，但当你真正接受了这个事实，你就会发现，你现在担心的那些事，谁说了你的坏话？这顿饭好不好吃？路上堵不堵车？简直微不足道。死亡是最好的过滤器，它帮你过滤掉所有不重要的噪音，只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：爱、创造、体验。我们还要学会把欲望外包，除了最核心的几个目标，比如健康、财务自由、家庭，其他的欲望我都不仅是放下，我是彻底剪断。我不关心时尚，我不关心八卦，我不关心政治斗争。每一份我不关心的东西，都释放了一份自由的能量，让我可以投入到我真正珍视的事情上。专注当下，是这一章的终极奥义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完全沉浸在一项运动中，或者在全神贯注地写代码、画画时，你是没有自我的。那个喋喋不休的声音消失了，时间感消失了。这就是心流幸福，就是这种心流状态的常态化。我们不需要等到退休去海边才能幸福，只要你能把注意力从过去的悔恨和未来的恐惧中收回来，聚焦在此时此刻的呼吸上，聚焦在你手头正在做的小事上，幸福就会像空气一样填充进来。这就是我所谓的生活与幸福管理。它不是一门玄学，它是一门工程学。健康是地基，你要保证它坚固，不被风雨侵蚀。关系是梁柱，你要精挑细选最好的木材，不仅要支撑你的大厦，还要能和你一起抵抗岁月的重力。心态是屋顶，它决定了你的格局，决定了你能看到多远的天空，也决定了当暴风雨来临时，你内心是否依然干燥温暖。这三者缺一不可，它们相互交织，相互促进。健康的身体让你有精力去维护深度关系，深度的关系给你带来安全感，从而滋养心态。好的心态又让你能更自律地保持健康。这就是一个正向的飞轮。
但我知道，读到这里，你可能还是会觉得难。你会觉得，纳瓦尔，你有钱，你当然可以说得这么轻松。我想告诉你，这个因果关系搞反了。我不是因为有钱才拥有了这些，我是因为先践行了这些原则，才拥有了财富。更重要的是，拥有了享受财富的能力。如果你现在一无所有，这反而是你最好的开始，因为你没有包袱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，从这一刻开始，去重塑你的习惯，哪怕只是每天少看10分钟手机，多做10个俯卧撑，哪怕只是删掉一个让你不舒服的联系人，读几页真正的好书。这些微小的行动，在时间的杠杆下，会撬动你无法想象的未来。这个世界充满了噪音，但我希望我的声音能成为你内心深处的一个信号，一个提醒你回归本质、回归自我、回归长期的信号。不要等待救世主，不要等待彩票中奖。你自己就是你人生的 CEO， 是你幸福的首席架构师。请记住，幸福是一种选择，是一种技能，更是一场你必须亲自上场的战斗。而现在，武器就在你手中。如果你准备好了开始这场变革，别忘了点赞订阅。这不仅是一个数字，这是我们共同进化的契约。我是纳瓦尔，我们在更高处见。